1990年8月10日凌晨2点半，美国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县迪金森小镇，一名8岁的小女孩正躺在医院的抢救室里她的脖子呢被人用刀切开，简单的说就是被割喉了，伤口从左耳一直延伸到右耳，声带呢几乎被切成了2段，眼白泛着大块的血斑，脸上和身上布满了不计其数的伤口，后背呢还有被草地拖行时留下的擦伤。主治医生事后说他第一次在急诊室里看到这个小女孩的时候，他以为自己看到了一具尸体，她的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，身上的血也几乎都流干了。但是呢，在所有人都以为她不可能活下来的时候，这个8岁的小女孩用自己仅存的一丝力气，用手放在了自己的脖子上，摸了摸那个巨大的缺口。可是呢，她最终没有死。而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将让整个美国的执法系统为之震动，也会让19年后被抓捕归案的凶手在审讯室里当场崩溃大哭。大家好，我是海爷，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案件。1990年8月9日，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季的夜晚，8岁的詹妮弗像往常一样钻进了妈妈的被窝。虽然呢，她有着自己的小房间，但是她从来没有真正的在那里睡过完整的一个夜晚。每到晚上，她就要钻到妈妈的被窝里贴贴抱抱之后才能安心入睡。但是在那天晚上，母亲艾伦第二天一大早还要去上班，天气本来热的就让人难受，身边的这个小棉袄实在是暖和的过头了。母亲轻声地对詹妮弗说：“你睡梦当中呢总是踢我，今天晚上回自己的房间去睡觉好吗？”懂事的詹妮弗被叫醒之后呢，依依不舍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回到房间之后呢，精力旺盛的小女孩并没有马上入睡，她打开了房间里那个大灯，看了一会儿书之后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詹妮弗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男人的怀里，她被抱着走在人行道上，她开始拼命地想尖叫，但男人的手瞬间就捂住了她的口鼻，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她的耳边响起：“嘘，没事的，我是一名卧底警察。”一个8岁的小孩子确实明白警察这个词代表着好人，但是与此同时，本能的反应和学校里的教导让他脑海里出现了一句话：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一个陌生人。男人把他抱进了一辆车里，放在了自己的腿上，车子发动，开出了他熟悉的小镇范围。在这个年仅8岁的小女孩心里，她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，但是她没有崩溃大哭，也没有歇斯底里，她忍住了泪水，冷静地开始跟这个陌生人打交道。她问：“叔叔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男子沉默了片刻说：“丹尼斯。”詹妮弗又问：“我妈妈呢？”男人说：“你妈妈跟朋友去聚会了。”就这样，你一问我一答，车里的氛围似乎放松了一些。詹妮弗抓住机会，继续问出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：“如果你是警察，那你的枪在哪里？你的警徽在哪里？”男人指了指后座，枪在后座。詹妮弗站起来，趴在靠背上，朝后边去望去。就在那一瞬间，车子猛然停了下来，一把冰冷的刀子抵住了他的咽喉。那个男人用一种诡异的语气说：“小孩，我吓到你了吗？”下一秒，他用双手紧紧地掐住了詹妮弗的脖子，直到她窒息昏迷。当詹妮弗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噩梦并没有结束。她昏昏沉沉当中觉得背后火辣辣的疼，那是后背和草地摩擦产生的疼痛。男子正拖着她一条腿往前走，而她自己的身上没有穿衣服。这个8岁的女孩此时此刻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，她选择保持沉默，在那里装死。她一动不动地任由男人把她拖到了田野中央，然后听着男子离去的脚步声，车门关上的声音，引擎发动的声音，然后是轮胎碾过碎石逐渐远去的声音。那个男人走了，把他抛尸在野外旁边呢还有一个蚂蚁窝。他想要叫喊，却发现自己发不出任何声音。他想要动一下自己的身体，却发现身体没有一点力气。努力了半天之后呢，他只能艰难地抬起自己的胳膊，摸了一摸自己的脖子。他意识到那里有一个巨大的伤口，然后他看到了满手的血迹，接着他就晕过去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太阳升起来，身下的红蚂蚁在叮咬他的流血的伤口，又疼又痒。詹妮弗呢再次醒来，她听到不远处有孩子们玩耍的嬉笑声、狗叫声，但是呢没有人能发现她，因为周围的杂草实在是太密太高了。她觉得自己可能真的要死掉了。直到一个捉迷藏的小朋友被什么东西绊倒在地，那个孩子定睛一看，然后连忙的喊来了大人。当天下午6点半左右，警方接到了报案。此时距离詹妮弗被袭击已经过去了整整10几个小时。
詹妮弗被紧急送往了医院。医生在检查之后发现，她的身上有很多被蚂蚁叮咬的红色斑点，由于失血过多，脸色苍白的可怕。最重要的是呢，她的脖子上的那道伤口虽然深的可怕，但是竟然奇迹般的避开了所有的主要的动脉和血管。主治医生说，如果那道伤口哪怕偏移几毫米的话，这个女孩当场就会死亡。即便如此呢，她的情况依然是危在旦夕，气管损伤声带呢几乎被切成了2段。医生在她的脖子上放置了一个气管造口管，才把她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。而更让医护人员心碎的是，检测报告显示呢，这个8岁的女孩遭到了侵犯。但是詹妮弗自己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她只知道现在她最害怕的2样东西是男人和警察。只要有男医生靠近她的病床，她就会拼命的挣扎，甚至呢一脚踢开对方。而只要是看到警察出现在病房门口，无论是男警察还是女警察，她都会脸色惨白，浑身发抖。这让案件的调查陷入了巨大的困境。受害者是唯一的目击证人，但是这个证人不能说话，而且对调查人员充满了恐惧，这怎么办呢？就在警方束手无策的时候，他们看到了一个画面，詹妮弗正在用纸和笔跟她的妈妈交流。这个刚读完2年级的8岁女孩正在用她掌握的词汇和图画，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点一点地写下来。警方意识到这是他们破案的唯一途径了，于是呢，他们把所有想问的问题写在纸条上，由他的妈妈代为转交。而詹妮弗的回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。詹妮弗的记忆力实在是太好了，她几乎记得案发时所有的细节。她记得那个男人的名字叫丹尼斯，30多岁左右，还穿着蓝色的牛仔裤、黑色的衬衫，留着浓密的小胡子，左脸的脸颊上有一道伤疤。他甚至还记得他身上有1-2个纹身，他记得他开的是一辆双开门的小型车，车门上呢甚至还有一处凹痕。他还记得他喝的啤酒罐的样子，抽的香烟的品牌是万宝路，金白相间的包装。一个8岁的孩子在经历了自己被绑架、性侵、割喉、抛尸的全过程当中，一边装作配合和周旋，一边把所有的细节都刻进了自己的记忆里。警方请来了司法鉴定的素描专家路易斯，他带着一本面部肖像合集来到了医院，一页一页的翻给詹妮弗看，头发、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胡子、脸上的伤疤，詹妮弗一项一项的指认。不到1个小时，肖像画完成了。詹妮弗看着最后的画像点了点头，非常肯定的说，凶手就是他。接着呢，警方将凶手的画像通过媒体播放了出去，希望民众能够提供线索。有了詹妮弗提供了那么详细的凶手特征以及这个凶手的画像，詹妮弗和她的妈妈都以为很快就能抓到这个凶手。然而呢，案子迟迟没有被侦破。警方根据詹妮弗提供的信息进行了调查，但是进展甚微。警察在发现詹妮弗的地方只找到了詹妮弗和凶手的一些衣物，但是在那个年代 DNA 的鉴定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，除非是大量的血迹和体液，否则是检测不出来的。至于丹妮弗这个名字，谁会相信一个歹徒会把自己的真正的名字告诉受害者呢？而且丹尼斯这个名字太普遍了，光是迪金森小镇就有几十个叫这个名字的人。而且呢，如果凶手不是本地人，那如何排查呢？而且在那个年代，很多男人都喜欢留这种小胡子。至于伤疤，当时詹妮弗刚开始说是伤疤，后来呢又说是其他的东西。还有那辆蓝色的汽车，车门有凹陷，警方并没有在当地找到符合特征的车辆。案子就这样渐渐的冷了下来，媒体呢也不再报道，警力呢被调配到了其他的案件，档案被堆在了角落，落满了灰尘。而詹妮弗的身体恢复更像是一个奇迹。医生判定可能永远无法恢复的声带以惊人的速度愈合了，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声音。出院之后呢，他小学毕业初中毕业，然后是高中毕业，上了大学，在当地的公共图书馆里成为了一名管理员。表面上看他的人生似乎回到了正轨，但实际上呢，他每天都在提心吊胆，因为那个男人没有被抓到。他会不会知道自己没有死？会不会再来灭口呢？他不能一个人待在家里，不能在黑暗中独处。詹妮弗一直活在恐惧当中，他看谁都像是那个恶魔。新搬来的邻居、按门铃的邮差、杂货店里买东西的客人都让他感到害怕。他经常开车再走一遍那晚的路线，试图唤醒更多的细节。他和调查人员保持了联系，不断的追问案子的进展。但是呢，19年过去了，什么都没有。甚至詹妮弗的妈妈都劝他尽量的向前看，不要再纠结这个案子了。
直到2008年，迪金森警局的警探迪姆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查理德他们2个人决定接手这个悬案。迪姆告诉詹妮弗，我会尽我的所能，直到我无法工作为止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。让人意外的是，不久之后，詹妮弗就接到了迪姆警官的电话。迪姆警官说，案子已经告破了，凶手已经抓到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迪姆警官翻出了尘封19年的物证，当年在案发现场找到的詹妮弗的衣服，以及那个男人丢弃的 T 恤和内裤，这些物证完整的无损的就被保存了下来，像时间胶囊一样等待着技术的进步。而在这个时候呢， DNA 鉴定技术已经发展到只需要一个细胞就能锁定凶手的程度。他们联系了联邦调查局实验室对衣物进行了重新的鉴定。2009年9月22日凌晨2点半，迪姆的手机响了，手机那头传来了试验检测人员激动的声音，我们有了重大发现，系统里匹配到了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丹尼斯。丹尼斯，很熟悉的名字。19年前，一位8岁的小女孩在纸上写下了那个名字，一字不差。丹尼斯·布拉德福德，1970年出生，1996年犯案的时候他20岁左右，而他当时的驾照照片和19年前詹妮弗参与的那个肖像画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吧，简直就是同一个人。而且呢，很多细节和当初那个8岁的女孩描述的完全一致，真的让人难以想象，当初8岁孩子已经提供了凶手正确的名字和长相，警察竟然19年都没有找到凶手。而且那个驾照上的家庭住址是迪金森小镇，案件呢也发生在这个小镇里。这个小镇的总人口不到2万人，也就是说，当时迪金森小镇的警察排查一遍本小镇的驾照，找到一个叫丹尼斯的司机就能够确认凶手。而当时的警察并没有重视一个8岁小孩的提供的线索，他们以为那只是8岁小孩的幻想，这才让凶手逍遥法外了19年。丹尼斯在绑架了詹妮弗之后呢，就离开了那个小镇，逃到了隔壁的阿肯色州。但是呢，他并没有收手1996年，他在阿肯色州的一家酒吧里诱骗了一名女性，用同样的手法，用刀架在对方的脖子上实施了侵犯，最终呢被判处了12年的监禁。他的 DNA 样本也是那一次录入了警方的系统。而这12年的监禁，他实际上也只服了3年，在2000年获得了假释。之后呢，他又结了婚有了新的家庭。在邻居和同事的眼里，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人，没有什么脾气，表现得很友好。2009年10月13日，迪姆和查理德前往阿肯色州，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之下，将丹尼斯逮捕归案。在审讯室里，丹尼斯一开始表现得很淡定因为这种事情他经历过，他有经验嘛。直到警方说出了那个名字詹妮弗，丹尼斯的表情瞬间就凝固了。然后呢，警方告诉他，那个女孩没有死，她还活着。这个39岁的男人瞬间捂住了自己的脸，嚎啕大哭。他说，这些年来我一直被罪恶感折磨着，很多次都想以死谢罪。他供认了1990年那个夜晚他所做的所有的罪行。2010年的5月，就在审判即将开始的前夕，丹尼斯在监狱的牢房里用床单上吊自杀了。丹尼弗说，他应该站在法庭上，见证着他应有的控诉和判决。3个月之后，8月10日，丹尼弗遭难的20周年纪念日，他来到了丹尼斯的墓地，站在那个男人的坟墓前，他宣读了那份准备好的受害者陈述。之后的日子里，詹妮弗遇到了自己的真爱乔纳森，但是由于童年那次袭击造成的创伤，她几乎不可能正常怀孕一位医生呢，在听说了她的故事之后，主动提出了免费为她治疗。经过了2次体外受孕，2014年5月，詹妮弗和乔纳森结婚之后呢，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又生了一个儿子。他后来走遍了全国各地，在很多倡导妇女权益的场合分享自己的故事，鼓励那些和他一样曾经受过伤害的人。